Linguistic Programming。任何一个名词的背后就是一张图。床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这是所以每个人录的不一样，有些人可能是录影带，有些人可能录音带。对。NLP 里面有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改写我们这个录影带的部分。那可以实际做一个案例，然后也从此邀请这个荧幕前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试试看。那首先我们先有一个观念 ，NLP 有一个名词叫做次感元。你的录影带的背后就是3个元素嘛，有你的视觉的元素，画面的大小、明暗、颜色；听觉的部分呢，大小声啊，它的音调高低啊，声音的远近啊；感觉的部分就是运动的速度啊，它的质地等等。所以这些元素呢，如果我们按照那个电脑来讲，就是所谓0101。所以次感元就是类似机械语言嘛，就是最底下最下层这个部分，对，然后上面只是显示跟我们人沟通的部分嘛。对，所以这些次感元呢，其实它就是组成我们这些录音带，包括透过这些录音带带出我们当时的感觉，基本的元素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经验，我们想要去调整他的情绪的时候，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去改写这些0101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个可能大家最经常碰到，就是我们可能在职场会遇到有些语气令我们不舒服，那我们怎么在很快速的1-2分钟之内去改写这个我们已经听进来的声音？所以就简单的讲，就是说写一句那个你不爽的话，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让这个话对你的影响变小。这有很难吗？这个是由我们小编提供的话，我们邀请的 Connie 来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嘛，就一开始你听到这个话到底是什么语气，然后我们就请他念一遍。这有很难吗 ？OK， 所以这句话可能它一直不断在你的内在回音。那我们怎么去改写？接着我就会邀请小编按照我以下的方式再重念一遍。好，第一个我要你从这边念过来的时候是快转。这有很难吗？好，那我接着要请你再从后面念过去，也是要念得很快，倒转，录音带倒转。妈男很有这，再快一点，可不可以连续念3遍？妈男很有这，妈男很有这，妈男很有这。好，很好。所以这是第2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快速的倒转、正转，好，念得越快越好。那第3个呢，我是要邀请他念卡通音。好，你可以模仿任何童音或米老鼠的音。唐鸭。对，唐鸭也可以。好，那来请小编挑战一下。这有很难吗？还是听得很清楚。我希望你再更同音一点，或者这有很难吗？再念，然后包括你的头可能也可以跟着摆动。这有很难吗？这有很难吗？这有很难吗？好的，然后呢，接着呢就是要挑战同音，然后再把它倒转，然后越念越快。妈男有这，妈男有这，妈男有这，妈男有这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个办法是，速度要调到1000倍，所以包括你已经听不到每一个字了，就是机器在那种快速的旋转的声音。棒哎！然后呢，包括听不到任何字，因为它1000倍是非常快的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问小编，现在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？忘记了他本来的意思。好的，所以呢，通常我们在经过一些步骤的时候，已经打乱我们原来对于这句话我们的编码格式，所以有时候弄乱我们的脑的记忆是好的，然后我们开始松掉，有一些空间出来了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它跟我们当时的情绪连接没有那么紧，它就脱钩了，然后我们自然在这个语言上，我们就得到一个平静，我们就放下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快速的，当你情绪一上来，你可以很快的做这个练习，让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平静。所以荧幕前的朋友学到了吗？用一句话的方式让你马上改变你的心情。所以如果我很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是再把这句话拿出来，像刚刚的模式念一遍。因为这句话刚才你已经处理过了，所以呢，其实你在念下次就不会听到这种感觉了。你再看一次，你已经对它没有很多感觉了，所以是新的话，又有另外一句话让你不爽，你再把它写出来。
再做一次，再练一次，然后再倒转练一次，再快转，然后在卡通里。对对对，哦这些没有先后顺序，只是说我们在引导上面，他要去模拟，可能我们都会从最简单的所谓机器的倒带，正面、反面，慢慢的引导它到卡通，到机械倒带，快速前背。那这样子有没有分说，这个 NLP 是谁学比较合适呢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合适，是因为我们不用学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做 NLP 吗？对，我们小时候的人生的第一课，一个婴儿躺着到会爬，其实这每一段都是 NLP。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说，有些小孩呢，他学走路很快，有些不会，其实跟他的快慢没有关系，跟他的学习方法有关系，但是都没有人教他，他是自己揣摩出来的，自己闻进脑海里面就会的一个学习。对，他自己在抓他身体的平衡，我到底要用这只手先，那只手先，所以他自己在学习，自己也尝试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，就是说NLP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整理自己过往的这些经验，然后我们能够把它用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很多的学习不用重新再来一次。假设说，我有一个我不想被 NLP， 有一个人会可能是这样。NLP只是让我们知道说，我是真的要影响你，我是有意识的，是，而不是无意识的。那我们常常是被人家无意识影响，对方没有那个恶意，但是他做出来的就让我们受伤了。就像说他随口讲一句话，但是就已经伤害到我了。对啊，他没办法控制，所以其实 NLP 是帮助我们更好的、有意识的在活在当下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学 NLP 就是保护自己，不要被别人 NLP 的方法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或者不要被别人影响到那么大的方法，可能别人没学过 NLP， 但是他的做这些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。那我们学了这 NLP 的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面对自己，调整自己的思维，不要被别人影响。对，不被别人坏的影响，但是我们当然也是可以选择被好的影响。对，被好的影响，这就是你有意识的去选择。所有的教练技术也都在帮我们分辨什么叫做我想要的不想要，我是很清晰的知道，而不是自然的好像无意识的被左右。Tony会怎么建议他们下一步他们要可以做些什么，或是去哪里找到这些资料呢？当然，很多人会觉得说第一步是看书，但是会有很多人发现看不懂 NLP 的书，因为我们的东西就是如同我们刚才讲的，其实方法已经步骤就是那些，可是你没有看过示范，其实是蛮难理解。所以我都会觉得说第一步不是阅读，可以去参加一些老师的体验沙龙，然后真正的感觉说这一门的学问是不是对你有帮助的，因为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课程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跟 Connie 聊那么多关于 NLP 事情，相信大家理解更深。那我自己觉得 NLP 最大的差异其实是在我们讲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是那种知识面上的学习，或者跟外在这种新的学科的学习。但 NLP 教我的其实是说我如何从我内在理知去relearn，去重新学习的方法。我觉得这很有趣，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交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